美国海军看着中国05C 型护卫舰接连下水，终于正视自身护卫舰的问题，决定设计建造新型滨海战斗舰。结果军舰数据一公开，这不是中国054B 型。据媒体报道，被中国密集的军舰建造计划追赶的美国，终于证实了自己没有护卫舰。看着中国05C 型下水服役跟下饺子似的，美国是羡慕了，决定设计建造新型的滨海战斗舰。据该舰官方资料信息公开来看，好家伙，这是用3倍的价格制造美国版的054B 型护卫舰吗？据报道，美国海军一直以来依靠驱逐舰执行护卫舰的任务，导致滨海战斗舰正规战斗力不足。为此，美国在2020年出炉了星座级巡防舰，由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赢得竞标，计划以意法两国研制的欧洲多用途巡防舰为基础设计进行研发。美国海军计划采购20艘，平均单价的采购成本不超过9.5亿美元。待具体资料一公开，一看美国版的054B 型与其形成参照对比，应该是改进型054B， 垂直发系统同为通用发射系统。美国星座级巡防舰能够兼顾多种武器，构造远中近防空体系，而05C 型是以反潜为主，兼顾防空和反舰等战力，构造远中近3道立体的搜潜反潜网络。近程星座级巡防舰装备有 MK49 近程防空导弹、加特林德密集阵近防空炮组成近程防空，而054B 型舰主要依靠轻型鱼雷、反潜火箭助推深弹来歼灭10公里以内的近距离潜水目标，达到近程反潜。中远程、中距离上，054B 型依靠鱼8远程反潜导弹来攻击潜艇，歼灭100公里以内的潜艇；远距离主要依靠直18或直9反潜直升机与拖曳线阵声纳组合搭配来搜索和攻击水下潜艇。而星座级巡防舰据披露的消息，大概率是垂直发射的中远程防空导弹。反舰导弹搭载 MQ-8C 无人机、多用途直升机等装备搭配组成与054A 反潜体系的防空版本。星座级巡航舰与054B 型的配置参照对比，会发现星座级巡航舰的武器配置基本能在中国护卫舰系列找到相同的替代，届时未来054A 型护卫舰与星座级出现设计相仿也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美国的计划是希望新型军舰在防空、反舰、反潜等全面拥有均衡的战力的同时，实现与中国054护卫舰一样大批量建造并服役的滨海战斗舰队，减轻宙斯盾舰消耗。不过，以美国海军军舰的老旧化程度来看，这些不过是治标不治本。据悉，海军军舰服役年限为35年，而美国海军最年轻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都已经服役26年，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也有30艘服役超过20年，剩下的服役时间在10年内的也就仅为9艘。最后，中国外贸版的054型单舰才3亿多美元，而星座级巡防舰却高达9.5亿美元，造价上的确有点坑。这美国版的054A 型究竟值不值，也只有服役后才能一探究竟。不过，美国在急需护卫舰接替的情况下，看着中国054A 型下水服役跟下饺子似的，美国是羡慕了。不管值不值，先建造再说，不然都没办法赶上美国海军军舰即将迎来的退役高峰。你得了中国综合症吗？是什么样的一种症状，令美国千防万防还是没能逃过中毒的命运？事态发展是否所有人的愿望？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国外投资者们曾经在2010年开始流传一个有关中国的名词“中国综合症”，用以描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巨大影响力。这个词最早出现于美国1979年的一部影视作品，名字就叫做《中国综合症》，是一部关于核灾难的科幻剧。而中国综合症也是一个虚构术语，也就是说，早在1979年，美国文学作品就先知先觉地描绘出了一幅类似于当下局势的画卷。当然，这都是后话。2010年又开始流传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的稀土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7%，正是风头大盛之际。在当时，我们对于稀土的开采加工都是最早的，所以出口量才能久居高位。即使在那之后，全球其他的稀土产地逐渐浮出水面，但是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将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而我国对稀土出口量的锐减，则必然导致其供不应求，市场价格的狂飙。对此，世贸组织的裁断是勒令中国解除这种出口限制。在重新规划之后，直至2014年，稀土市场才逐渐稳定下来。近日，全球投资情报网站文章再次回顾了2010年这种被称为中国综合症的情形。他提及，本月我国再次对稀土实行出口限制。虽然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开采本国的稀土矿，但是稀土产业链仍是我们手中的最为完善。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以外的稀土矿即使开采，也必须送往中国的稀土工厂进行加工。所以全球投资情报认为，这将大概率导致
是中国综合症的呈现。乍眼看上去，似乎全球的稀土供求又将经历一次类似于2010年的惨状。在2020年尾声的这一招，就像一记警钟，于敲响时询问：你得了中国综合症吗？对此，美国国会山报文章也提出类似意见。他的关注点在于美国对于中国稀土矿产物的依赖，这其中的一切矛盾点或许就开始于2010年，中国直接供应美国80%的稀土进口之时，宣布切断这一战略资源的供应，完全就是响亮的当头棒喝。这也能够看出，美国对于中国稀土矿的严重依赖，至少短时间内是无法将之影响力减弱的。即使1979年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潜在影响力，然而千防万防还是中了中国稀土的毒。正如美媒国商会文章标题所指，就像一场尚未发生却又无可避免的灾难，即将在不远的未来降临美国。其实说起来还是旁观者清，尽管各国都在争夺这些战略资源与技术条件的优势，但是作为地球村一员，互联网虽然被人们编制在不同的网络世界之中，但是毕竟也开放了这么久，各地人民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对于真实世界的期盼都是共同的。美国网友 Matt Mu 表示，好吧，我觉得特朗普没有和中国乃至上帝玩这局贸易战的话，完全是一件好事。而 Shift 也说，我不认为持续的战争与对抗是一个实际的处理办法。我说，我们就不能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和平共处吗？美好的理想还是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中巴演习，巴基斯坦没有出动自己从美国买的 F-16，以及中国这次带上了没有任何标记的歼10，更甚至此次演习地点同样让不少人津津乐道，这也让不少人开始进行各种分析。比如巴基斯坦放弃美国 F-16、歼10C 的订单或许很快就要落实，选择地点是针对印度吗？中国在这其中能获得什么好处呢？据印度媒体欧亚时报12月14号的报道称，巴基斯坦和中国在印度边境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联合空军演习，这已经在印度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巴基斯坦也有朋友。这是一位巴基斯坦的军官对外表达的观点。这次演习中，巴基斯坦为什么没有带上来自美国的 F-16战斗机？这次演习，巴基斯坦大概率有2点目的：一、实地考察中国歼10C 战斗机的实力。这一点基本上从双方发出的视频中的一架没有任何标记的歼10C 就能8九不离10地看出来的，毕竟这还是相当显眼。这在社交媒体上就有很多人对这个目的进行分析，大多数人都是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歼10C 这个订单即将落定这一消息的表现，并且这就是让巴基斯坦代替 F-16使用的战斗机，甚至以后巴基斯坦空军中或许都不会再有 F-16战斗机。再从这之间微妙的关系来看，印度和美国关系加深，各种武器装备买，甚至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动作和中国之间微妙的情节，也让巴基斯坦需要好好考虑。并且从今年美国 F-16战机各种问题时常就要上一次热搜来看，巴基斯坦对自己的歼16是否可以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不掉链子，也是带有一定的疑惑。从这一点上来说，巴基斯坦采购新型战斗机的需求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这次顺带考察一下新战机，自然也是很有可能的。在演习地点的选择上来看，这次演习距离印度仅仅只有200公里，所以巴基斯坦还能借用中国空军力量威慑印度。毕竟这次中国也是出动了相当多的精锐，比如歼11BS 和运20A 之类的，还有空警500预警机。再加上此次巴基斯坦自己空军的所有力量中，除了 F-16没出来，其他的全上，这自然也是会给印度带来压力的。毕竟从巴基斯坦的透露中，在演习前，巴基斯坦还和中国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其中似乎就有借助中国卫星力量的协议，这就会让巴基斯坦轻易找到印度的行踪。那么中国在这中间获得了什么好处呢？第一，歼10C 的出口很有可能就要在这里定下，这对中国来说自然是好事。第二，在这次演习中，中国将再次为运20执行战略任务累积经验，尽可能让运20尽快形成战斗力。第三，起码让印度的小操作能再少一点。可以说中国这回是一举3得了。